我是徐乐 Tuber 露露露。2.5 版本的下半卡池登场了，角色池的部分是复刻雷电将军以及山武宫星海，武器值的部分则是2名角色的专武替草之道光与不灭月华，并且这次加倍的4星角色除了星焰以外也都非常实用。星焰表示哭倒在厕所。如果你是打算要抽雷电将军的玩家的话，下半卡池可以说是能用的角色非常多。而打算要抽星海的话，也可以参考洛洛的抽取建议，再决定你是否要把星海带回家。这2名角色在这次复刻后，相信在评价上也已经众所周知的有不少良好的心得。洛洛会把这次的角色卡池搭配武器卡池做一个统整的建议，提供给想要抽雷神或星海以及命座与专武的优先度做一个渐进式目标提供参考。想要抽到最符合自己当前组队环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搭配和毕业条件，看洛洛的重点就对啦。那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这边再重点为一些新入的萌新复习一下抽卡池的前置观念。在抽角色前，不要只是单看角色好不好用，而是要先去了解角色的定位特性，是主 C、副 C、增伤辅助、盾辅还是奶妈等等，再去查看每个角色大致上的最佳配对有哪几种。若是不了解该角色的定位特性和组队，都可以在 YouTube 搜寻角色名称加洛洛，就可以找到大部分的角色全分析。例如萧的定位就是主 C， 就不要因为自己队伍没有砂糖或万叶，想着可以给他带4风套放在队伍中当扩散辅助，或许可以这样用，但也不会比原本就是作为辅助定位的角色更好用，只是让对的角色到了不对的地方。只有一些特别的角色，因为技能组特性可以有其他泛用的作用外，一般已经有明确定位的角色，若不是已经练度够高的大佬，就不要随意去玩不是该角位定色的玩法。这些细节也同样会补充在影片里面，所以看过完整影片后，你再决定是否需要这名角色。毕竟光抽出一只想要的灵命角色，可能也会不小心就花上2万左右原石才出来，很贵的。再来就是去查看影片，了解一下该角色的最佳配对是不是自己有办法组出来，或是自己也很想组成的配对。除非你真的都不打算挑战世界螺旋，大世界探索就满足。例如想玩强势的雷9万般，那就一定要准备足够的原石，把雷神抽到2命，9条抽到满命才能符合门槛。不然就是要再做功课，是否有可以替换的角色，例如没有万叶可以用砂糖等等。没有万叶和班尼特搭配温迪和琴也是很强势的队伍，自己有没有其他角色替代，以及这次若没有办法抽满，下次是不是可以再等复刻。只有这些规划想清楚后，你的原石才能尽量不浪费在不必要的角色身上，不会抽了一堆主 C， 该抽的辅助和人权角色都没拿到的窘境。而武器方面，一般不推荐无氪玩家抽，除非已经游玩时间够长，关键5星和4星角色大多满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武器的部分提升角色的伤害能力，像是该与融化队友玩高命的香菱，但偏偏香菱的充能即便拿天空之戟都很难突破到250%，这时候替草之道光就是一把很强的武器，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入手，但同时也要心理建设一下，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歪了不灭月华或是其他武器。要抽武器的前置观念也请建立在你先有了角色再来抽武器，除非你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抽到，或是常驻池意外抽到，再来考虑是否要抽适配这把武器的角色。而若是在命座和专武之间的考量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先考虑抽到角色的关键命座，再考虑去抽专武。关键命座通常会绝大幅度影响你玩这个角色的输出体验，甚至让整个角色产生质变。而专武则主要影响这名角色的输出上限，像是雷神的2命无视防御60%，是没有办法靠武器直接一次提升这么多的。看了前面的抽卡池前置观念后，我们就可以来了解雷电将军的定位。雷电将军的角色定位为辅助，其最大的特性就是可以在开 Q 大招后为全队提供大招元素充能，并且开 Q 后的梦想1星状态也会为雷电将军带来7秒的输出战场，此时的伤害也会按照开 Q 后的珠苑白眼之轮所累积的所有愿力，满层共60层，看累积到几层来一次引爆所有愿力的雷元素伤害。珠苑白眼之轮的愿力累积来自于除了雷电将军的所有队员释放 Q 元素爆发后的叠加。先前刚抽到雷电将军时还没有看过传说剧情，现在看完传说剧情再来了解这招珠苑白眼之轮，还真的是觉得10分贴切呢。其次，雷电将军的1技能雷伐扼要之眼会在每 0.9 秒进行一次后台的雷元素协同攻击，持续时间25秒，非常长，因此这招也可以用来当做挂雷工具人的作用。总体来说，雷电将军的 Q 大招具备伤害，又能为全队提供元素充能。相较于雷主的单体元素充能不同，雷电将军就是核能发电厂，可以为整座城市带来电力。
而雷主就只是一个行动电源，一次只能帮一台手机进行充电。以上说的功能都还只是灵命雷电将军带来的效果哦。更可怕的是，在2命解锁后正式开启雷神的质变，2命后可以让雷电将军在 Q 大招的状态下，所有攻击都无视敌人60%的防御力。这个效果白话一点就是雷电将军能大概直接往上加42%左右的伤害数字，原本无响的一刀劈一刀10万，现在直接往上提升到14万左右。更别说这个数字是还没加上满命9条万叶班尼特增伤后的数字。2命到3命的雷电将军随便一劈都可以来到40到50万以上，追求说像的雷神2命绝对是必要条件。但这时候就会有人问，没有2命就不能玩吗？0命的雷神其实也能够组另外一队更平民的雷神国家队，组成为雷电将军加行丘加香菱加班尼特，这队也具备10分足够深金螺旋满性的输出伤害。同时雷电将军为全队充能的特性，也大幅减低了国家队成员需要流畅大招循环速切的压力。若只是想要低成本通关深渊满星，这队也是非常推荐的队伍阵容哦。洛洛也有看到有人问，国家队4星成员不是都要靠命做吗？那我现在抽了雷电将军不能满星。洛洛这边要说，4星角色搜集难度上比5星角色容易许多。等雷电将军复刻的期间，可能就已经补了好几个4星角色的命座，更甚至这次的卡池里面还有雷9万搬动的9条沙罗和班尼特。若还没有万叶的人，还可以先用砂糖，剩下的就是等万叶复刻。想要深渊满星不再是梦啊！同时，雷电将军即便不在雷9万班队和雷神国家队以外，还有非常多队伍可以组。只要你的队伍中都是需要大招充能的角色，都可以放入雷电将军，这就是7神至高无上的泛用性。此外，雷电将军搭配同样需要大招充能的优拉也非常完美，提供优拉大招充能不间断开大，后台挂雷超导，再搭配钟离和班尼特，就是一队也很强势的物理队哦。最后也因为星海有了海染套的提升，武装星海也是能够进入深渊的新潮流。星海搭配0命雷电将军也能够玩感电队，提供充能让星海不间断开大，又后台挂雷打感电，再搭配一名风系工具人、砂糖、万叶、温迪等等，剩下行丘、满命菲希尔、4命以上北斗，就能趁现在深渊有感电加成伤害的 buff 去玩一玩。另外还有双雷双火队，2命雷电将军加满命9条加香菱加班尼特，可以强力应对像是遗迹守卫这种大型敌人的深渊环境。看到这边，你了解我婆雷电将军的强大了吗？总之，使用的队伍真的太多了，加上这开大画面实在是美得让人无法直视的经典。若是对于雷电将军还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后续再制作一期角色相关的复刻 Q&A。很多细节也可以再回去查看先前洛洛制作过的雷电将军角色全分析影片。若是可以给雷电将军的抽取建议打分数的话，洛洛会给的绝对是和我老公钟离以及阿飞用的满分10分。再来补充雷电将军和专武替草之道光的抽取顺序建议，这边可以分为雷电将军的输出项极致以及雷电将军的辅助项极致2个面向来考虑。假如你是打算让雷电将军的输出伤害到顶的话，建议的抽取顺序为2命，再来专武精1，再来3命，再来专武晚精。前面说的2命的解锁，大约让雷电将军的无响一刀提升约42%的伤害，加1命解锁3命，或是抽专武一把，大约再增加20%左右的伤害量。但是会建议先抽专武精1的原因，是在提升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先求外观毕业，毕竟看着老婆拿专武也舒服。但雷电将军接下来的命座都和伤害无关了，只有3命才会影响 Q 大招的天赋等级上限，剩下的伤害都锁在专武替草之道光中。以雷9万班的队伍来说，每增加1级精炼的替草，大约增加2到3万的伤害，因此精炼满的替草大约可以再增加8到10万伤害，可以自行评估要精炼到多少。如果追求极致，当然就是满精炼咯。再来是辅助项极致的考量，会比较属于考虑到全队输出和充能速度提升的想法。雷电将军4命可以提供除了他自己以外的队员30%的攻击力，满命最多可以让全队队员的大招冷却直接减少5秒，让队伍的整体循环更加流畅。例如像是在玩雷电将军加8重绳子加香菱加班尼特这样吃充能的队伍，搭配满命雷电将军就是一个苏湖。充能循环足够的情况下，香菱也可以考虑换掉充能杀或是提升输出项的主武器。这里的抽取建议就会是比较建议直冲满命，中间的4命当做送的，不用刻意为了4命抽，因为其实大部分玩家抽雷电将军都是看在那无响的一刀，追求输出极致的人还是比较占大多数。而充能方面，0命雷电将军其实就很足够，4命给队友增伤虽然也是不错的效果，但相较于满命的亮眼程度来看，4命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其实雷电将军的1命也很不错，但和满命与4命的效果对比一样，因为2命直变实在是太香了，所以1命不如就当做直奔2命送的命座吧。
此外，也要提醒一下，这次的替草一起加倍的武器是甜甜圈不灭月华。虽然比起上次的蜈蚣大剑来说，若有抽星海的人是还可以接受抽到的。而星海站在使用角度上，其实用铁匠铺可以打造的士多金魄就十分够用。雷电将军就算没有专武，也可以靠钓鱼就能免费获得的满金链渔获。满金链渔获伤害量也和金一的替草差不多，因此在考虑要抽武器前，要先做好歪掉的准备，又或是最好这2把武器不论歪哪一把都有人用。若是没有抽星海，却不小心歪到不灭月华的话，目前就是只能给芭芭拉了。最后总结雷电将军和替草直道光的抽取结论：1. 刚入坑不久的萌新，抱持着深渊满星的梦想，可以抽灵命将军组惯用雷神国家队。2. 想组超强令雷9万班，抽2命雷神，同时附带满命9条和班尼特、砂糖过渡等万叶。3. 已有雷电将军想往上拉抬输出能力，可以考虑直奔2命专武金一，3命专武满金。4. 七神泛用度极高，即便还没到到期的萌新，也可以先抽个灵命来先培养。5. 处力财力无极限，深渊要打得更加舒服，核爆伤害更漂亮，满命最佳选择。6. 抽武器有赚有赔，若没有要抽星海，就要有歪不灭月华的心理准备哦。小武功星海的主要定位为治疗辅助，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珍贵的最长时间后台的范围性的挂水效果，也是除了莫娜以外永动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像是神里灵华或该羽加申鹤加万叶加星海，平民版的永动队也可以组神里灵华加罗莎莉亚加砂糖加星海等等。而若是本身就已经有练莫娜作为永动队的成员的话，就不一定需要抽星海。每次回忆起星海刚推出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人被影响，认为抽星海不值得，以为是大芭芭拉，只是观赏鱼等等之类的言论。相关的激战还可以在先前洛洛制作过的星海全分析影片下方留言回顾。星海也在官方后续推出海染摄影物套装后，大幅提升了战场能力。因此当前除了永动队之外，武装战场型的主 C 星海也是新盛行的玩法。改天队伍就可以组星海加8重绳子加满命菲希尔加砂糖或万叶的组合，双挂雷的配置下，1命的8重绳子充能也还算快哦。洛洛也有实际测试能够用这一队挑战神罗雪满星，只是玩巨变反应的队伍的话，队员的面板和事务要求也会比较高，因此4名角色的练度都需要尽量完美。搭配穿海染套的星海穿武装，在深渊也可以打出不俗的伤害，也可以趁深渊有感电 buff 的环境去挑战玩一玩。而星海和雷电将军一样，灵命就十分好用。往上抽取的命座其实提升不算多，全部的命座中，虽然除了2命是拉抬治疗能力以外，大部分都和战场输出时的提升比较有关。但毕竟星海本身的定位就是辅助，而且在灵命就具备深渊满星，海染套的泡沫几乎都能达上限的强度下，往上抽取命座比较看个人是否真的有爱或是有需要。比如说很常多人联机和朋友一起打惹陀龙王，喜欢占奶妈位保全队友们的生存能力，2命解锁后可以在治疗血量低的队友时，很容易就一次奶个1万上来。不过一般对于无氪和小氪玩家来说，还是会比较建议将原石投入在具备输出能力的角色身上，才能够提升主要的通关速度。如果给星海的抽取对荐度打分数的话，洛洛这边会给的分数是6到7分。星海属于辅助位，使用度上比较偏向永动队的挂水兼恢复成员以及巨变反应武装队伍的战场主 C 位。如果有打算练这2个队伍的话，再抽星海。若单纯只是考虑需要奶妈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角色，但星海无法被取代的还是它长时间的后台挂水，以及搭配海染套战场时可以让泡沫伤害达到上限。关于海染套的效果，也可以在参考右上方资讯卡查看7阶和海染套的相关说明。一些比较细节的比较部分，洛洛这边就不再重复赘述。对于星海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后续洛洛也会再看内容制作星海的复刻 Q&A。 再来是搭配专武不灭月华的抽取考量，星海并没有一定很需要专武不灭月华，免费的4星武器视作精魄也就很够用。原胚足够的情况下，在铁匠铺就能够打造到满金链，搭配海染套的治疗和伤害量也可以达到上限，非常够用。如果是刚入坑的萌新，没有足够的原胚可以打造视作精魄的话，也可以用这次 2.5 探索活动3阶录享机会送的满金链正式知名铜。虽然副属性提供的是攻击力趴数，不算是星海最需要的生命值，但在过渡期情况下，若是想要让星海武装战场的话，这把武器还是可以用的哦。而3星的武器也有讨龙鹰结传，但这本书就比较偏辅助项和后台站位，加上3星的上限也比较低，奶量和辅助增伤上没问题，但战场伤害就不会比正式知名铜高，可以评估自己需要哪个作用再去强化武器。总结星海的抽取结论：1. 有练或打算练永动队，但没有莫娜，主 C 神里灵华或该羽可以抽星海。2. 想玩巨变反应武装队伍，具备满命菲希尔、4命北斗、0到1命8重绳子、行秋、雷电将军只用2只，以及砂糖万叶其中1只，
可以抽星海做战场主 C。3. 角色池中一只5星奶妈都没有，探索地图和关卡生存能力堪忧，可以抽星海让你够安心哟。4. 若想抽不灭月华，却不小心歪到替草之道光，没有雷神的情况下，给香菱或钟离也是不错的选择哦。总结这次的卡池，或是主要想抽2名以上雷电将军的肉肉们，应该可以获得非常高 CP 值的收获，因为和雷电将军最适配的雷元素增伤辅助9条沙罗和万用增伤班尼特都在这个卡池。9条沙罗是雷系最强辅助，满命的雷元素爆伤加成城区，也刚好跟班尼特和万焰的增伤城区避开，所以无响之一刀的数字在雷神2命解锁后就会非常可怕。以先前的代抽经验来看，若是一次要拿到满命9条，这时的雷电将军也差不多会落在接近2命到3命之间，所以大致上就等于你解锁了关键命座的雷神，再送你一只满命的9条沙罗。而这时班尼特应该也会满命，可以看自身情况把班尼特点到5命就好。而若是有不小心点到满命的班尼特，雷电将军的 Q 大招也不会被班尼特的满命效果给覆盖。而若只是想抽0命的雷电将军，就会有可能9条沙罗还没有满命，没有满命的9条沙罗也就不具备进入雷9万班这个经典阵容的条件，不如就是用钟离的20%减抗去换9条沙罗的位置，或是练雷神国家队就好。若没有万叶的话，也可以先用砂糖或是温迪，后面就放心等万叶，毕竟万叶也算是人权角之一，存原时等万叶也是很值得的。缺乏主 C 的肉肉们有了2名雷电将军后，也就等于直接赚到一个主 C 兼多功能辅助的角色。而即便没有打算抽2名雷电将军，也还是很推荐抽个0命放在前面说的许多队伍中应变不同关卡。而剩下就是武器值的部分，替草之道光也是对于雷电将军来说十分强势的专武，唯一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会不小心歪到不灭月华，没有练星海的可能就会比较尴尬。而要抽高精炼的替草的话，可能也会不小心就歪到了满精炼的甜甜圈。我绝对不会说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总之要抽武器就是做好会歪的心理建设，要抽一把的话就要下定决心抽到有，要抽满精炼就是心脏要够大颗。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咯。以上就是关于这次雷电将军和三蜈蚣星海的复刻抽取建议，分享给犹豫怎么抽的肉肉们参考。后续会在留言以及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上募集一些大家对于角色如何深入游玩的问题，再做成相关的复刻 Q&A。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喜欢，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每个月请肉肉会被现在他加鸡排。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有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日推本露露露，我们下次见喽。